一对交往10年没有同居的情侣，都没有一对交往1年可是却同居过的情侣来得了解对方多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Elvis。在同志的感情世界里，很多人都会想说，找个对象还真难，比中乐透还难。那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对象呢，又会开始想说，天哪，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跟这个人长长久久走下去？今天呢，我就告诉你我的小撇步。想要让关系长久呢，我帮大家整理了3个重点：时间、地点跟金钱，这非常的重要。首先呢，就是时间。这个时代谁不忙？大家都很忙，所以呢，我们常常就会对另一半说：“我很忙没有时间，下一次再陪你，下一次我们再去干嘛？”那以前我就很常讲这个话，所以我的某一任前男友就跟我说：“这个时代谁不忙？大家都很多事要做啊，只有你愿不愿意去做而已。”这句话，砰，当头棒喝，一棍把我整个人打醒。所以呢，我就把这句话铭记在心。真的，我们都很忙，可是你愿不愿意花时间在你另外一半身上就非常的重要。比如说，你明明就不喜欢车子，可是你的另外一半很喜欢去看车，或喜欢跑车。像我妹，这样讲出来好吗？像我妹的男朋友就喜欢去跑山，那她就是一个娇娇女。所以呢，她也是这样戴着安全帽，跟她男朋友骑着摩托车去跑山，或者是像有一些德国人很喜欢园艺，所以他们在礼拜天就会去租一个小花园，然后礼拜天整天就在那边种花花草草。那你就换个角度想嘛，我今天不是陪他去做园艺，我今天是去郊外踏青，那你是不是呢转换了一个好的心态？可是也花了时间跟你的另一半相处，相对他就觉得说，你是有重视我，有把我放在心上，所以要走长久啊，首先你时间要空出来，然后愿意陪另外一半做他们想做的事情。当然啦，你的另外一半呢，也要像你这样愿意花时间陪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。例如我老公，我是一个喜欢去跳舞的人，那他常常就会陪我跳到3更半夜，有一次还跳到早上7点才回家。我就是一个只喜欢听流行音乐的人，喜欢去看一些歌手的演唱会，但是我还是愿意陪我老公去看他最喜欢的歌剧跟最喜欢的音乐会，那就是要彼此配合咯。2个人生活在一起呢，最重要的就是钱要怎么使用，怎么花，花谁的，房租房贷谁缴，水电费谁付，菜钱谁付，孝亲费怎么给，这个呢你们都要讨论得清清楚楚。有些情侣呢是 AA 制，有些情侣呢是一单全包，那有些人呢是各管各的钱，都不要过问。例如德国人的 AA 制是我看过最夸张的，像我们店有时候会有些60、70岁的阿公阿嬷来买嘛，那他们一起来结账的时候呢，那个阿公阿嬷的衣服还分开结账，你看有多夸张？那你呢？自从我老公把他的信用卡给我之后呢，我就再也没收到过我的卡了。因为很多人都会不好意思谈钱，关系才刚开始嘛。可是呢，毕竟这关系是要长久的，一开始就讲清楚，免得未来你们的关系会有疙瘩。比如说，有一些情侣他们出去外面吃饭，那账单来了就是504块，那你的另一半就跟你说，那你给我252块，你心里就会想说，靠，这小小2块也要跟我要，就会在你的心里埋下一个小小的种子。那你就会跟你的姐妹抱怨说，好小气哦，这一点钱也要跟我要。最后呢，这种雪球就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大，未来你们的关系就会有疙瘩，那这疙瘩呢就会变一个大炸弹，就这样砰，然后你们关系就毁掉了。我有一个朋友呢，他就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，那他交往的另外一半就是有钱人家里的小孩，什么都要吃好穿好用好，所以他们每一次出去吃饭都要花个2、3千块，而且那个男生都坚持要吃好的餐厅，所以我朋友每次都要付钱，都要付钱，都要付钱。这样一餐2、3千，一个月吃下来也是好几万，已经超过上班族的薪水了。那他最后就受不了了，所以呢，你一定要让你的另外一半知道你的口袋有多深，你可以配合他的金钱使用的方式到哪里，不要忍着都不说，最后你就赔了夫人又折兵。也许他那么有钱，他可以帮你出啊，你
干嘛要打肿脸充胖子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对于金钱的使用方式，就是两个人买东西的价值观不一样。比如说一个人他就是喜欢方便看到可以价格接受就买，那另外一个人呢，他就是不行，他可以宁愿在外面这样比价1-2个小时，就是要找到 CP 值最高最便宜的。两个人都没错，一个人求方便，那一个人呢就是求最好的品质、最好的价格。我告诉你怎么解套，就是像我一样。我老公也是一个追求 CP 值很高的人，但是我们要当懒猪，就要懂得感恩。毕竟呢，赚钱不容易嘛。那他想要省钱呢，我们就让他去，何必让自己生气呢？对不对？我们就抱持心存感恩的心，就跟他说：哇，真的好棒哦，谢谢你帮我找到这么便宜的东西。Why not？ 你干嘛跟他怄气呢？因为呢，你又省了钱，又拿到你想要的东西，可是是他去找，有何不可？而且是他付钱，而且是他付钱。时间 check。金钱 check， 那接下来就剩下地点咯。两个人的关系要走长久的话，甚至考虑到结婚，我觉得一定要经历过同居。你要真正住在一起之后，你才会了解到彼此的生活习惯，还有彼此的优缺点，还有你看不到的黑暗面。对我来说，一对交往10年没有同居的情侣，都没有一对交往1年可是却同居过的情侣来得了解对方多。因为你们可能1个礼拜就见1次面、2次面，那大家都是梳妆打扮好的，今天就是去约会的状态，呈现最完美的一面。可是呢，同居就不一样咯。你住在一起呢，你才会看到他一些生活习惯，比如呢，他爱放屁，比如呢，他吃东西很大声，比如呢，他尿尿呢，马桶盖会不会掀起来？你不会。你只有住在一起，你才会看到这一些，那你才有办法评估说这个人你有没有办法跟他长久走下去，或者是有一些人呢，在外面约会就是快快乐乐、开心心的，然后聊什么都很尽兴。可是呢，你跟他住在一起的时候，总发现变了一个人，他只爱打电动，只爱追剧，连跟你讲话都懒。那你要跟这样的人长久关系在一起吗？还是你只要永远跟他约会而已？那刚刚讲的呢，好像听起来都是一些缺点，其实同居也有优点，你可能会注意到某一些优点，进而想要跟对方继续走下去。比如说，你不是一个很擅长厨艺的人，你们每天住在一起，另外一半喜欢煮饭，他就会煮饭给你吃，那你们是不是既省了钱，然后又有家的感觉？你就会想要说啊，这个人让我好窝心、好贴心。那也有呢，有个人就孤单寂寞觉得冷，喜欢有人抱着他，然后每天入睡这样子。那你有了另外一半之后呢，他就会牵着你的小手跟你一起睡觉，这个也是优点。这算优点吗？这好像你去约报税也可以耶。还有打扫，如果呢你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，觉得啊地上有些纸屑没有关系，或是杯子放个1个礼拜没有关系，可是你另外一半刚好有洁癖，又任劳任怨，喜欢这边收那边收，那你是不是赚到跟这人在一起，省了很多请帮佣的钱？同居还有一点很重要，那我接下来举的这个例子就是我本人。比如说我以前在没有同居的情况下，跟一些暧昧对象过夜，或者是跟前男友过夜，我是不会卸妆的，我会让自己妆发完整，然后在他入睡之前看到的都是漂亮的我。那早上起来之后呢，我会去洗澡，然后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再躺回去床上。他一眼醒来看到我的时候，就已经是漂亮的。同居之后，你没有办法每天做这样的事情，因为实在是太累了。那你就要卸下你的心防，让对方看到真实的你，也是考验你的另外一半看到完全塑身的你，他有没有办法接受？那如果他有办法接受呢，那你们的关系也才走得下去。因为毕竟同居就是要让对方看到最真实的你。希望呢，我今天说的话，你们都可以牢牢的记在你们的小脑袋瓜里啊！不要以后感情触了礁，才在后悔说当初没有听 Elvis 的话。那如果呢，你还有一些感情的疑难杂症，也欢迎留言底下告诉我哦。还有，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分享给你那些还在情海浮沉的朋友。那记得还要订阅跟按赞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有可能是一个人主外，一个人主内。是吧？例如我就是在家煮饭，就是就只有煮饭，煮内，没有到完全煮内，你就煮饭而已，你也没打扫。我有，好不好？很少，就是1个月1次或2个月1次，或3个月1次，好不好？我有打扫，好不好？哪有？你东西都躺在地上。我这地都谁吸的啊？厨房所以才这么多灰尘呢？厨房都谁整理的？